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皇帝，被毛主席称为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他也是历史上唯一允冠百王的帝王，他就是光武帝刘秀。但是《后汉书》上居然记载光武帝刘秀通过天降陨石灭了王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光武帝真的是位面之子，得到上天眷顾？本期老鹰斗鬼故事，我们就继续来讲一讲穿越者与位面之子之争的故事。咱们在很早之前的一些视频中已经讲过穿越者王莽了。他发明了青铜卡尺，推出贷款制度、土地国有化等各种超越时代的政策，因而后世不少人怀疑他是从民国时期穿越过去的穿越者。奈何天也弄人，正当王莽在实现自己改革中国的宏图大志时，集世界意志于一身的位面之子主角刘秀登上了历史舞台。刘秀的一生比之王莽还要传奇。根据历史记载，刘秀出生时天降异兆，地上的谷子结了9个穗子，这家里人一看就觉得不凡，故而取名叫刘秀。青年时期的刘秀根本没有造反的心思，一心想着在家老老实实的种地。但是怎奈哥哥刘演的朋友被通缉了，牵连着刘秀也无路可走，被逼上梁山。也正因为如此，刘秀正式开启了他的传奇的人生。刘秀一生中打过很多次胜仗，但最出名的也最奇妙的一战，非昆阳之战莫属。思想家顾炎武评论昆阳之战为一战摧大敌，顿使何与平。也正是因为这一战，使得现在很多人都称他为大魔法师。昆阳一战，王莽方阵新军43万余人，而刘秀统领的绿林军仅有17000余人，两方一对比，刘秀的队伍简直就是乌合之众。就当新军认为这次围攻完全就是一次瓮中捉鳖时候，现实狠狠地打了新军2巴掌。后汉书光武本纪记：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损，不及地尺而散，力士皆厌服。根据后汉书记载，两方军队准备开打的前夜，突然间天降陨石，并且这些陨石还和长了眼睛一样，偏偏就往新军里头砸。这种操作新军见过吗？还真没见过。随后刘秀从外边争取了几千援兵，在王莽军包围圈外4、5里列阵对敌。尽管这陨石给了新军一个打击，但是兵力差距依然悬殊。在新军看来，刘秀这波突袭就和鸡蛋砸石头一样可笑。然而命运就是说不明道不清，更加可笑的事情发生了。主将王毅、王寻依旧轻敌，为了公平要和刘秀单挑，并且很自信地告诉部下，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增援。刘秀随后冲入敌阵，斩首数十，连连得胜，甚至还将主将王寻也给杀了。那都这样了，新军肯定要上去围剿刘秀，对吧？可是偏偏老天爷似乎特别眷顾刘秀同志，又一天气奇观出现了。后汉书记：会大雷锋，屋瓦皆飞，雨下如注，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见，奔役100余里间，会大雷锋，士卒征服，溺死者以万数。根据后汉书记载，两军对垒时，突然间天降暴雨，狂风大作，街瓦折属，新军尽数都被水淹没了，近乎被全歼。彼时新军相比于刘秀的军队依然是个庞然大物，说句难听的，站着让刘秀杀都得杀个几天几夜才能杀完，而这场大暴雨连杀人的时间都给省下来了。当时的士兵哪里看过这种情况啊，都认为是刘秀是天命所归，而当代社会人们也无法将这些事件都用巧合串联起来，于是就有人笑称是刘秀用魔法召唤了陨石和大雨的。此外，天选之人刘秀的运气有多好呢？凯旋后，更始帝派刘秀前往河北招抚，当时河北民风彪悍，这一趟就是摆明了要刘秀的小命的。刘秀仅仅带了一根竹杖，几个随从就上路了。然而让更始帝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天爷不仅给刘秀送来了陨石暴雨，甚至连兵马都给送来了。
当地的官员大户听闻英雄勇士刘秀来了，一个个带着干练马匹、美丽女儿来拜见刘秀，送兵送粮食又送美人。刘秀就这么不费一兵一卒，短短几个月内成为了河北最庞大的势力之一。随后刘秀一路凯歌，大杀四方，并且与更始政权决裂，称帝光武，光复汉室。面对刘秀这位天选之子，王莽如果真的是穿越过去，且看过三国的话，估计要怒骂一句：既生瑜，何生亮了。王莽与刘秀的斗争中，老天似乎一直都站在了刘秀一方，以至于在现在的河南地区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刘秀是砍不死的。尽管说不死之身太过夸张，但是也有几分相似了。在河南流传有坠子戏王莽撵刘秀，内容大致为王莽追杀刘秀，但是刘秀如有神助，一路上化险为夷。刘秀渴了要喝水，一下就把井扳倒，喝到了水。遇到危险了，路边的柳树也牺牲自己保护刘秀，甚至饿了都有桑葚树自动把果实送到他嘴边。如今的河南地界还存在着很多据说是当年王莽撵刘秀的遗迹证据，比如饮马池、亮马台、跑马岭、扳倒井、白果树等。虽然这些故事都带有夸张的成分，说他是不死之身、大魔法师，未免都不符合现实，但不得不说，光武帝刘秀仿佛是被命运之神亲吻了一般。从他骑牛上阵到后来拥有100万雄师，仅仅花费了3年时间。遇险境能化险为夷，遇难局有陨石暴雨相助，身边有2个美丽的妻子相伴，身后一堆小弟追随，甚至死后光武帝的坟墓都因为机缘巧合被黄沙掩埋而无法被盗墓者偷盗。故而大家说刘秀是天选之人，位面之子，也的确是实至名归。而王莽呢，种种政策都似乎隐约透露出着他的不凡，可偏偏王非黄，莽非龙，王莽遇到了刘秀，也只能叹一声命运不公了。最后，对穿越者王莽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快关注我的公众号老烟斗，回复王莽获取相关视频讲解信息吧。本周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这种题材的可以扣666，咱们下周不见不散。